你敢相信吗？在2025年的今天，中国数亿农民辛苦一辈子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辉煌，却几乎没有他们的份。那些钢筋森林的摩天大楼，跨越大江南北的高铁网络，号称世界第一的基建奇迹，背后都是农民工血汗的堆砌。然而，他们却依旧拿着最低的工资，住在最破的出租屋里，老了回农村，没有养老金，没有医疗保障，仿佛他们只是被一次性使用的工具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港交所前 CEO 李小加在新加坡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峰会上的公开讲话。他直言，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，本质上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掠夺之上，是一种彻底的不平等交换。他说得非常直白，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，靠的是4个成本极低：土地成本、劳动力成本、环境成本、资金成本。而这4个成本背后，藏着数亿农民的悲惨命运。土地成本，农民的土地以极低的补偿价被征收，转手成了城市的商品房、工业用地，价格翻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，巨额差价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瓜分。农民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，却没有获得真正的财富保障。劳动力成本，农民工进城打工，拿着最低的工资，却承担着最危险、最辛苦的活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农民工月均工资不到5000元，而在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动辄上万，他们拼尽全力，却永远买不起自己亲手盖起的房子。环境成本，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发展，农民居住的农村成为化工厂、矿山的牺牲品。根据公开数据，中国有超过 1.9 亿农村人口生活在受污染的水源周边，癌症村屡见不鲜。资金成本，这是李小加点名批评中国政府的核心，对储户资金流动性的限制。普通百姓的钱进了国有银行，利息低得可怜，几乎是免费借给政府。老百姓辛辛苦苦积攒的存款，成了地方政府举债和铺摊子项目的提款机。李小加甚至用了一个极其刺耳的词——霸占。中国政府通过外汇管制和资金流动性限制，事实上霸占了老百姓的存款，把全民的财富当成了体制的缓冲垫。李小加说了一句让无数人心惊胆战的话：中国欠了农民40年的债，该还了。这句话的分量不只是批评，而是戳到了中国社会最深的伤口。在中国，农民始终是最沉默、最弱势的群体。土地制度、户籍制度、统购统销政策，一环接一环，把农民牢牢限制在为城市输血的地位。几十年来，农民工这个称呼几乎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。他们用青春和健康换来的，只是城市的繁华，却很少能分享到这份繁华。数据触目惊心。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数据，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2.2 万元每年，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。农民工的养老覆盖率不足 50%， 而即使有养老保险，平均养老金也不到每月2000元，远远低于城市体制内退休人员的5000至8000元。超过 70% 的农民工老了以后回到农村，靠子女赡养或者种地度日，没有保障，没有尊严。李小加警告，如果这笔债不偿还，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将面临极大风险。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而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。政权靠什么存在？靠的不是 GDP 数字，而是老百姓心里是否觉得公平。最残酷的是，就连那些进入城市以为能翻身的中产阶层，现在也发现自己被困在体制的陷阱里。钱没地方去。过去钱可以去买房，但房价已经到了老百姓无法承受的地步。房地产泡沫崩塌后，谁还敢再接盘？根据克尔瑞的数据
2024年，中国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暴跌了 34.6%， 创下历史最低。老百姓对房地产彻底失去了信心，钱也不能去股市。A 股长期熊市，韭菜一茬接一茬被收割。2025年上半年，上证指数一度跌破2700点，10几万亿市值蒸发，钱不能出国，外汇管制越来越严，老百姓想把钱换成美元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结果，老百姓的钱只能躺在国有银行账户里，利息不到 2%， 跑不赢通胀，却被政府几乎无偿使用。换句话说，农民的钱被征收，工人的工资被压低，中产的钱被锁死，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在为体制输血。李小加说的没错，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靠的是损失分配，损失由谁承担？由农民、工人、中产承担，收益归谁？归政府，归寡头，归权力体系。可怕的问题是，他们会还吗？李小加天真的呼吁补偿这笔欠账，就是中国的未来。可真相是，中国政府真的会还吗？历史经验给出了冷酷的答案。粮食统购统销时期，农民以极低价格交粮，撑起了城市和工业化，但从未得到补偿。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，几千万国企工人被迫离开岗位，补偿微乎其微，却成就了国企改革的辉煌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4万亿刺激计划带来了无数烂尾工程和地方债务，但这些烂摊子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来买单。在这样的制度逻辑下，农民的债会有人愿意还吗？一句话，等他们死光了，就不需要还了。这是最冷血的现实。谁来为40年的牺牲买单？李小加在演讲中提到，中国的财富分配大致是这样的，约 50% 掌握在国家手中， 20% 分给城市居民， 10% 左右流向了官僚体系和腐败网络，剩下的 80% 人口只能分到 20% 的残羹冷炙。这就是赤裸裸的28法则，8成人口分2成财富。现实比数据更冰冷。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调查，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在 0.47 以上，远远超过 0.4 的警戒线。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极度不公的水平。而这份不公最沉重地压在了农民和底层人群的肩上。中国城乡养老金差距巨大，城市体制内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可达6000元，而农村老人平均不足1000元。教育机会极度不均衡。2024年全国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城市北京、上海接近 90%， 而一些中西部农村地区不足 40%。医疗资源分布畸形，超过 70% 的3甲医院集中在东部沿海大城市，而中西部农民看病依然要千里进京。这就是李小加所说的中国欠农民的债。它不是账本上的数字，而是无数家庭的苦难，是一代人青春和健康的消耗。问题来了，谁来为这40年的牺牲买单？政府会掏钱吗？别做梦了。理论上，如果国家真的掌握了 50% 的财富，完全有能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。哪怕只是拿出一部分去补偿农民，提高养老金，改善农村医疗和教育，都会极大提升社会的公平感。可现实是怎样的？钱早已被花掉了。地方债务高企。据财政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 41.7 万亿元，接近 GDP 的1/3。如果加上隐性债务，甚至超过了100万亿。基建泡沫，这些年修的高铁、地铁、机场，不少成了鬼工程。贵州、河南等地大量基建项目亏损，根本收不回成本。对外撒币，“一带一路”项目投入巨大，
数千亿美元砸向海外，很多成了坏账。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都已经公开要求中国减免债务。当下，中国政府手里根本没有结余，哪来的钱去补偿农民？李小加说的偿还债务，在体制内看来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正如有人冷嘲热讽，等太阳从西边出来吧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笔债还在继续增加。农村年轻人拼命往城市跑，却依旧摆脱不了农民工的身份。根据人社部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超过3亿人，他们大多在建筑、制造、外卖、快递等行业工作，工资不高，风险极大。与此同时，农村却在加速空心化，留守儿童、留守老人遍地都是。根据民政部数据，全国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70万，而留守老人超过5000万。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什么？儿童教育落后，很多孩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。老人无依无靠，医疗条件极差，很多小病都拖成了大病。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，年轻人不愿回去，农村成了等死的地方。更残酷的是，即使进了城市，他们依旧没有归属感。户籍制度像一道无形的铁墙，把农民工挡在城市的福利之外，买不起房，孩子上不起学，老了回不了头。这就是中国农民工的宿命，一生漂泊，一生被榨干。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确实创造了奇迹，但奇迹的代价是一代又一代农民被牺牲，是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极度失衡，是国家机器把老百姓的钱牢牢锁死。这笔债不可能永远赖账。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靠爆发式增长来掩盖矛盾。房市崩塌，外资撤离，失业潮汹涌，体制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，要么补偿那些被牺牲的群体，要么继续压榨，直到社会彻底崩裂。李小加的呼吁也许太理想化，但他至少提醒了一个事实：欠债总要还。只是到底是主动偿还，还是等到社会大爆炸被迫偿还？这是当局必须回答的问题。政权的合法性不在于多少高铁、多少摩天大楼，而在于最底层的人是否觉得这世界还有公平。40年的债已经积压到今天，该还的时候真的快到了。